大家好，我是老白，今天给大家介绍装置 AMD Ryzen 7 7730U CPU 的高性能迷你电脑 GMK 极摩客 M5 Ultra。AMD Ryzen 7 7730U 是一块啥样的 CPU 呢？我们找到 5825U 和它对标。哇，如果说是一模一样，那还真是丝毫不差啊！核心、频率、缓存、核显、支持的内存都是一样的。众所周知，咱们的极摩客 K6 装置的第一代 780M 核显 CPU 7840HS， 紧接着 K8 Plus 是 8845HS，K11 是 8945HS， 而 K12 呢升级到 H255， 仍然是 780M 核显 CPU。我们一直说它是一 U 养三代，而这块 7730U 相比3年前发布的 5825U 也是跨越3代的马甲 U 啊。大家觉得是啥原因 AMD 厂商超喜欢用这马甲 U 呢？极摩客 M5 Ultra 装置 AMD Ryzen 5 7730U 8核16线程移动 CPU， 内置 AMD Radeon Vega 8核显，双通道 DDR4 内存3200兆赫兹，双 PCIe 3.0x4 的 NVMe SSD， 3屏显示输出，双 2.5G 网卡加 WiFi 6E。打开来看一下，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儿了。HDMI 线缆、显示器背架和螺丝、说明书。这单槽小电源19伏 3.42 安，一共65瓦功率。小主机是全塑料机身，顶盖上有极摩客的英文 logo。机身接口，前面板、电源开关键、耳麦接口、全功能 Type-C 接口、双 USB 3.0A 口。后面板，双 USB 2.0 接口、DP 1.4 接口、HDMI 2.0 接口、双 2.5G 网络接口、19伏电源接口。后部、底部、双侧都有通风口。直接就可以揭开底盖，看到系统风扇盖板，取下4颗边角螺丝，揭开风扇盖板，看看内部接口情况，2条 DDR4 内存插槽，一组 2280 PCIe 3.0 NVMe SSD， 空置另一组 3.0x4 接口。NVMe 下面是 WiFi 6E 无线网卡。BIOS 里首页显示本机安装了 16G DDR4 内存3200兆赫兹，这里可以手动设置性能释放，安静模式10瓦，平衡模式15瓦，性能模式35瓦。我们选取了性能模式来做今天的测试。这里可以设置来电自启，这一页也可以设置专用显存大小。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我们打开 i.64 跑 FPU 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 一条直线跑在35瓦，整机功耗跑到43瓦左右， CPU 频率稳定在3 GHz。 我们单烤了1小时14分钟，室温25度的情况下， CPU 温度最高88度， SSD 最高温度50度。我们用极摩客 M5 Ultra 迷你主机的 Ryzen 7 7730U CPU 来转码，看看实际效能如何。最后结果是16分6秒，共计966秒。966秒的成绩超过了同代里我认为同代的 5800H、5600H， 和上次我们测试的 7545U 几乎一样。CPU-Z 多线程 4791.2， 单线程 598.8， 多线程超过了 5600H、7545U， 稍低于 5800H。 Geekbench 5多核7463，单核1492，多核成绩超过 5600H， 低于 5800H 和 7545U。 Geekbench 6多核7856，单核1967，多核成绩稍低于 5600H， 也低于 5800H 和 7545U。 Cinebench 223多核10287，单核1418，多核成绩超过了 5800H 和 5600H， 稍低于 7545U。
Cinebench 2024多核596，单核84，多核成绩几乎和 7545U 一模一样。Passmark 多线程20699，单线程3187，多线程超过了 5800H 和 5600H， 稍低于 7545U。综合上面的比较，即墨克 M5 Ultra 的 7730U 多核成绩超过了 5800H 和 5600H， 接近 7545U。然后看娱乐大师总分882486， CPU 得分529820。我们给 Ryzen 7 7730U 运行 OpenDouble 测试 ，AES 6355663， X220 4000172， CoreMark 3158285，在 CoreMark 成绩上超过了 5800H 和 5600H， 也超过了 7545U。英雄联盟 1080P 中等画质，最后大团战平均110帧左右。原神 1080P 中画质，跑起来战斗起来30多帧，这就是 Radeon Vega 8核显带给我们的游戏体验。我们来看一下游戏时的温度情况 ，CPU 最高94度 ，SSD 最高52度。显示输出 HDMI 2.0 接口能够输出 4K 120Hz 8位 YCbCr 420显示信号。Type-C 和 DB 接口最高能输出 4K 144Hz 10位 RGB 非压缩信号。我们的显示器的 DB 接口可以超频到 160Hz， 此时这台小主机可以输出 4K 160Hz 10位 RGB 显示信号。连接索尼 OLED 电视 HDMI 接口能够输出 4K 60Hz 8位 YCbCr 44显示信号。Radeon Vega 8核显的视频解码能力，它能硬解本地 4K 60帧 VP9 视频。YouTuber 4K 60帧 VP9 视频流畅播放。原厂硬盘测试3600兆比每秒，这是一块 PCIe 3.0x4 的 SSD。Type-C 接口外接雷电硬盘盒900兆比每秒，这是 USB 3.0 Gen 2的速度。我们还测试了小主机的 WiFi 网卡，这只是 RZ616 WiFi 6E 无线网卡，跑到了740兆 bps 以上。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不错的无线性能。螃蟹 2.5G 网卡我们也使用了 iPerf 3，测试了内网性能，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都跑到了 2.35G， 跑满了带宽。这块 2.5G 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即墨克 M5 Ultra 装置了 Ryzen 7 7730U， 在 Windows 下的性能释放是35瓦。功耗表现我们列表给大家看，烤机最高48瓦。待机最高 10.5 瓦，65瓦的单槽小电源能够搞定。室温25度的时候 ，CPU 待机温度48度 ，SSD 待机温度40度。生产力测试 CPU 100%的时候，机身53分贝，放到耳边位置只有46分贝。这台装置 7730U CPU 的迷你主机的 Type-C 接口，可以和我 PD 输出90瓦的 LG 显示器一线通。即墨克 M5 Ultra 它装置了 AMD Ryzen 7 7730U CPU， 出厂最高35瓦功耗释放， CPU 性能和那一代的8核16线程的 5800H 接近，也接近这一代的 7545U， 超过了 5600H。 双 2.5G 网口，双 NVMe， 还有全功能 Type-C 接口，可以 PD 电源输入和 DP 显示信号输出一线通，接口还是可以的。说到缺点 ，Vega 8核显稍微有点落后了吧？总结一下，即墨克 M5 Ultra 装置的 Ryzen 7 7730U 最高支持35瓦的性能释放，接近 5800H 和 7545U， 散热静音稳定，全功能 Type-C 接口能够达成 PD 和 DP 一线通。这是一台适合初级办公以及家庭使用的终端小主机。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是老白。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